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，这一期的视频我们学习什么呢？这期视频我们学习如何推卸责任。哦，不对，我的意思是如何找到失败的原因。面对失败，我们首先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大错特错，失败当然不会是自己的原因。为什么呢？可是老师都教我们要反省自己呀。这当然是错的，不停反省自己只会让自己越来越自卑，这样自卑的自己只会不断的失败，最终酿成失败的人生。那应该怎么办呢？当然是要把失败的责任推给别人。如果每个人都把失败推给别人，那不就成了大家互相抱怨、互相指责的混乱场景了吗？这就是这一节课要注意的地方。这节课上的技巧是用于在自己的大脑中思考，但是要谨慎的使用这些方法和别人进行沟通，不然很可能导致人际关系的破裂。说白了，就是口头上表示自己有责任，其实心里面却把责任推给别人。你的悟性真高呀，这不就成了心口不一的混蛋了吗？这只是一种善意的谎言，越是高层次的人就越懂得这种善意谎言的运用。首先教你的第一个句型就是环境太差了。把责任推给环境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举例，学习成绩很差。我们学校的教学环境太差了，老师教的不好，教学设备又落后。举例，减肥不成功。我在的社区没有好的运动场所，超市的食物也不健康，我的朋友都暴饮暴食。举例，国民的贫富差距扩大。这是由于全球化生产的大环境导致的，不是我们国内经济政策的问题。和这个环境太差的句型类似，我们来学习下一个句型，别人太坏。这个句型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用过了，不需要过多介绍，直接举例吧。举例，在职场中未获得晋升。都是我的同事在领导背后说我的坏话，我的上司只会偏袒那些拍马屁的人。举例，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下风。一定是竞争对手使用了不正当的手段抢走了我的客户。举例，在竞选中落败。一定是对手运用了诽谤和虚假宣传，而且在选票上作弊。下一个句型是情况特殊。如果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，那用这个句型是最方便不过的啦。举例，工作进度未能按时完成。因为中途遇到意料之外的特殊技术问题，所以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确保质量。举例，公司未达到销售目标。因为全球出现瘟疫的特殊原因，导致客户的采购决策被推迟。举例，政府限制公民的自由和人权。由于当前恐怖主义的威胁，我们不得不暂时限制某些自由，这是特殊情况下的选择。如果实在找不出可以推卸责任的地方，那么把失败归结为命运也是很好的方法。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命运轨迹当中，把责任推给命运不会让我们感到沮丧，反而会让我们更有勇气对命运进行抗争。举例，与伴侣的关系破裂。虽然我很难过，但是相信这就是命运的指引。举例，健康状况出现问题。虽然我平常很注重健康，但是生病是命运的安排。举例，失去亲人。这是每个人生命旅途中的一部分，命运教会我们如何面对生离死别。好了，这些技巧相信可以减轻你人生中的负担。这一节课的核心就是记住，千万不要自责。人活在世界上本身就不容易，又何必自己给自己增加负担呢？我们这一课到此结束，欢迎点赞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